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本期视频我来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内容。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有一个疑问：如果想自己改房车的话，到底需要哪些工具呢？本期视频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 workshop， 然后同时讲一下改造房车的话需要哪些工具。好，我们开始吧。首先进入我们车间，能看到这边有一个大家伙，它呢就是我们车间最主要的工具之一，我们的台锯。然后这个台锯呢，它是负责我们主要的作为切割的一个工具。大部分的切割任务都由它来完成。在这边我们选用的是一个柜式的台锯，然后它的台面是由一个整体的铸铁的台面来制造的。整个台锯呢也非常重，大概有400磅左右。对于一些入门的新手来说呢，他们还可以选择那种比较小一些的台锯，那种便携式的。不过像那种便携式的台锯的话，一般台面会比较小，也不会有这种铸铁的台面。然后像这种铸铁台面的话，它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它非常的扎实，很稳定，在切的时候不会产生晃动。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尺寸很大，可以让你切更大的板子。然后我们这边选用的台锯是 Harvey 的2马力的一个柜式台锯，可以看到它这边的靠山最大的切割距离能达到36英寸，也就是说，从锯子的这边到这儿，可以一次性的把木料切完。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做房车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会经常做到一些橱柜啊，或者说板材之类的加工。如果你们选用那种比较小的便携台锯的话，这个距离一般不会达到这么大，一般可能只有10英寸左右。然后这边这个纵向的靠山呢，主要是负责切一些长条形的木料，也就是说，如果想把木料以这个方向送过去的话，我们用这个靠山来完成。这边还有一个横推的靠山，如果说你要去做这种纵向切割的话，就可以用它来完成。这么推过去，就可以把木材纵向切割。像我刚才所说，如果是刚入门的新手的话，你买一个便携式的台锯，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最基本加工。但如果说你为了精度、还有可靠性、耐用性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买这种柜式的台锯。然后在我们台锯后面呢，就是我们车间的另外一个主角 CNC 数控机床。这台机床呢是一个50×50的机床，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可以实现2维平面上的任意形状的切割。比如说我们想切一些复杂的形状，想要开孔，或者说切一些带有设计感的一些形状的话，都可以由它来完成。我们那个台锯主要是负责切一些比较规整尺寸的板材。那为什么不用这个 CNC 来负责切所有的板材呢？首先是因为这个 CNC 并不是一个工业级别的机床，而且它带的电木洗的功率也比较低，所以我们一般只用它来切割一些比较难以加工的零件。这个数控机床呢，对于想要尝试自改房车的小伙伴来说，其实并不是必须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呢，由于我们对于美观、精度还有设计感的要求，因此我们投资了这一台设备。然后这边呢是一台钻床，钻床的主要作用就是说它能够实现这种垂直的钻孔的功能。它相对于一般的电钻，最主要的优点是它这个方向是完全垂直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加工一些比较垂直的孔的话，它还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它可以保证你每次钻的孔的位置是可以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保证精度、可靠性，还有钻孔的垂直性。还是一样，对于初次想要自改房车的爱好者来说，这台工具也不是必须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想要保证精度还有可靠性，所以我们投资的这个钻床。这面墙呢，我们挂了一些我们自改房车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电动工具。我们一个介绍过来，这个是一个电动的圆锯，切一些大型的板材的话，就可以先用它来进行一些比较粗糙的分割，然后再用台锯或者说数控机床进行一些精细的加工。然后这边2台呢是线锯，线锯也是用到非常多的一个工具，在我们给车的车身开孔、给车窗啊，还有车顶空调开孔的时候，就要用到它来去切金属。然后平时呢，我们也会用到线锯来去切一些木头，因为它就可以实现一些比较奇怪的形状的一些加工，所以它是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工具。这边呢，我们有另外一台圆锯，它这台是用电池的，然后这台是用电的，它的功率会稍微大一些。然后这边有一台大型的角磨机，可以拿它做一些打磨啊、抛光啊之类的活。这里呢又是一台不一样的圆锯，它的主要作用是跟这个轨道配合起来。它呢平时就可以坐在这个轨道上面，可以滑动，然后这个边呢就可以压在木材的你要切割的地方，就可以实现很精确的线性的切割。所以它是一个很常用的工具。就比如说你买了很大的板材回来，想要进行分割的话，就可以用它来实现很精确的切割。之所以需要用它，是因为我们的台锯能够切的板材大小比较有限，但有它的话呢，就可以实现对于很大型的板材的既方便又精确的加工。这个工具呢，就是电木洗。
这里要单独讲一下这个工具，因为它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电动工具。对于我们改房车来说，它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实现各种各样功能的一个工具。平时呢，我们会用它去做一些模板的切割，或者说进行一些修边，还有一些比较难以加工的形状的话，就会用它来完成。它呢是一个非常多功能多变的一个工具，也是用到的频率非常多的一个。它本身也不贵，你还可以把它放在电木洗的那种桌子上面，但我们平时用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用手持，然后去拿它来做一些修边的一些工作。我们自改房车呢，经常会和木工打交道，在加工木材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木屑，为了想要达到最佳的除尘效果，然后同时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台距，然后这边又有一个数控机床，所以说对于除尘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鉴于此呢，我们投资了一个基本上属于工业级的一个除尘设备，它的管径是非常粗，从它这个机器到我们的台距是一个4英寸的管子，然后同时呢，它这边也有个2路的系统，它也可以从这边出来，然后负责我们的数控机床的除尘，所以它一个机器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整个车间产木屑大户。对于第一次想尝试房车改造的小伙伴们，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必要去投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小一点的吸尘器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你实在不想去买这个东西也没问题，但你就要时刻的去打扫你的车间，然后同时你还可能会吸入一些木屑，但如果你戴口罩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当然了，为了保证车间清洁，还有为了健康考虑，我们还是推荐去投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除尘设备。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大型的除尘设备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相对小一点的吸尘器。我们用这个吸尘器主要是为了去给它连接一些小型的设备，因为这些小型设备的话，一般带的管径会比较小。如果用那种大型的工业级的吸尘设备的话，它管径太大了，达不到所需要的压力的要求，所以我们用它来去实现，比如说一些小型工具、打磨的工具啊，还有电木洗啊之类的，可以连接到这个上面实现除尘。然后这边为了能够方便它去接各种各样的工具，我们还做了一个台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可以左右移动，然后上面带了一个细的管子，这样就方便我们把这个管子拿到车间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拿它来接上我们各种各样的工具，就可以实现说我们在任何地方使用工具的时候都可以实现除尘的效果。在这套系统呢，我们还加了一个木屑收集器，也就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实现空气和木屑的分离。在你吸进来的空气在进入这边的时候，由于重力的原因，木屑会自动落到这个桶里面，相对干净的空气就会回到吸尘器里面。这样的话可以延长吸尘器的使用寿命，让它的里面的滤芯会更加干净。同时呢，这个吸尘器也会满得非常慢。你平时去清理木屑的时候，只要去倒这个桶里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虽然说我们车间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除尘设备，但是呢，还是会产生一些非常小的那种木屑和灰尘。为了保证整个车间的空气的质量呢，我们还自己改造了一个空气净化设备。它其实就是一个风扇，然后我们给它加了一个空调的过滤器，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用风扇实现车库里的空气流通，空气就会通过这个滤芯，这样它出来的空气质量就会非常好，这样保证我们平时在车间里呼吸的空气都是干净的。好，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工具，有一点千万不能忽视，就是说这个电力的使用。我们的台距大概是1.6千瓦，这台除尘设备也是1.6千瓦，然后这边的数控机床大概需要1000瓦的功率。所以说你这些东西加起来之后，它的耗电量是很大的。为了能够实现我们在车库安全的操作各种工具呢，我们还特意额外的加了一根线从家里的电力设备里出来，这是从一个30安的出口出来的，然后可以提供3000瓦的功率。所以说这些都是经过计算的。想要自改房车的小伙伴呢，在去开始之前一定要先算好家里的电器的电力的使用情况，确保就是说你的电力的供应可以去提供足够的电能给你的工具，不然的话就会产生跳电的情况，或者说甚至火灾的风险。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组装区域。我们平时大部分的时候，比如说去组装一些橱柜啊，做一些木工加工啊、安装和一些细微的处理，都会在这个区域完成。然后看到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工具箱，这边是一个立式的工具箱，放一些我们平时常用的一些工具啊，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零件之类的。然后这个桌子是我们组装的一个台面之一。同样的，我们这边会放一些我们平时最常用的一些工具，会挂在这个板上面，比如说锉刀啊、锤子啊、剪钳啊，
还有一些电工用的东西，尺啊这些都会在这个区域，非常容易去拿。顶上呢，我们会放一些平时基本上是最常用到的一些电钻，还有拧螺丝的一些工具。这边也会有一些抽屉，放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小工具之类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每天都会用的一些东西，放在最核心的位置。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虎钳，它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其实就是等于是你的第三只手。比如说你要去钻孔啊，或者去做一些处理之类的，就可以拿它来把板材夹住，然后可以做一些加工。然后为了增大我们的工作区间，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平时做房车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永远都不会觉得你的台面是足够大的，所以如果能有第二台面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因此我们这边还多了一个工作区间，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具箱，我们会在里面放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啊，还有一些硬件之类的。然后它的表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台面，平时组装柜子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就可以在这上面来完成。改房车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因为它涉及到木工、电工、水，还有一些机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需要很多零件、硬件，还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有一个充足的储物的地方也是非常关键的，不然的话你很快就会找不到东西，然后东西撒的到处都是。所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把东西整理好，然后放在一个货架上面。我这边有2个很大的货架，分别分类管理了我们电的东西、水的东西，还有一些胶水啊、胶带啊、灯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物，我们都尽量的去把它规整的放在这个区域里面，这样你想拿什么东西的时候都可以很方便去找到。自改房车呢，我们也会需要很多的五金硬件，所以很关键的一点是一定要去把它进行分类管理，不然的话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很快你就会不知道你螺丝放哪儿了，螺钉放哪儿了，然后就很难找。然后这边呢，我们有2个立柜，然后分别放了各种尺寸的螺丝、螺钉，还有一些常用的硬件，比如说电的东西啊、水的东西啊，还有做木工的一些小的硬件，都给它作为分类管理。这样的话，你想找什么东西，直接就可以拿到。改房车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木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需要很多的木料，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的木头的废料啊之类的。为了方便于管理和储存呢，我们这边盖了一个专门的用来放木材的一个架子，然后我们用的板材啊，还有一些切成的一些木料啊，就可以放在这里。一个是方便规整，然后呢，我们想要使用木料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去取。最后着重提一下，在改装房车的时候，安全和防护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防护设备我们统称为 PPE， 包括护目镜、耳塞、口罩和手套之类，确保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个人安全。到这儿，我们的车间的主要工具呢，我们基本上就介绍完了。当然有一些小的工具，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由于视频时长的原因，我们没有去一个一个去介绍过来。但是呢，希望能够通过这期视频，让那些想要自改房车的小伙伴大概了解到，如果要改房车的话，需要哪些工具。当然，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用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工具。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想尝试改房车，或者说想去做一些简单的东西的话，其实并不需要去购买所有的这些工具。但是我之前说的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必要的，比如说台锯啊，一些吸尘的设备啊、电钻啊，那些常用的一些工具还是需要的。为了方便大家选购这些工具，我们会把这些我们刚才介绍过的一些常用的工具放在视频介绍里面。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